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新总理李强上任后，首次参加疫情后中德政府间磋商。从中国媒体来看，此次中德政府间磋商以及他对欧盟最重要的德法两个国家出访相当重要，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此，中国也非常重视。而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总体非常正面，几乎见不到任何负面的声音。导致台湾地区的中天新闻提到一个小插曲。在欢迎李强一行的现场，一边是欢迎来访的拿着五星红旗的中国观众，另一边却是法轮功等各类妖魔鬼怪，这是他们表演的绝佳机会，他们当然不会错过。今天与大家分享3篇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以及社论，这能反映出德国官方与媒体对此次中德政府对接的态度。随后我们看看德国读者对此有何评论，可以给各位交个底。德国的政治层面与媒体意识形态挂帅，民间的声音则更为理智，可能是因为参与评论的读者与观众比较关心德国的未来吧。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第一篇报道，与中国的关系，一个刚刚开始的平衡行为。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中国和德国首次进行磋商，诚然，德国政府现在有个国家安全战略，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巨无霸，基于此，德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给予这个经济和军事巨人最小的空间。在76页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只有几行比较笼统的文字，仅此而已。那些希望有更多内容的人不得不安慰自己，交通灯联盟希望在安全战略之后制定一个中国战略，不过这个战略还没有准备好。但这能成功吗？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尽管暂时放进只言片语里。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政府在与北京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遵循一个3要素，一些执政联盟的政治人物也笑称其为3位一体。在德国看来，中国同时是3合1，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对手。根据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近年来对抗和竞争的因素在增加。专制与民主，在这里有种重量的悄然转移，向负面的方向发展。或者引用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的话，中国是个贸易伙伴，但也是一个价值观竞争对手。北京公开强调，并有时庆祝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伙伴关系，这事实加强了这种对手的印象。那么这对与中国巨人的实际交往意味着什么？肖茨总理谈到了一种持续的平衡，在某些领域，关键词伙伴，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气候政策方面，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强调说，有重叠，而且有很大的重叠，拯救气候而不与中国对话根本不可能，这可能是政府磋商的焦点之一。同时很明显，关键词对手关系，在民主与专制的全球竞争中，一党统治的国家不在德国、欧盟和美国一边，它可能离得更远。直到昨天还不清楚记者是否会被允许在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上提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问题。经济上的依赖，当被问及如何与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相距甚远的中国打交道，平衡如何能在这里取得成功时，大家一再听到德国政府这么说，我们不希望脱钩，我们希望脱险。这就是肖尔茨总理所说的，翻译成脱钩最恰当。换句话说，与中国断绝一切经济联系是错误的。但我们确实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并确保不会过于依赖原材料或敏感的 IT 组件，如移动电话网络，以免被轻易受到讹诈。不应该再犯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一样的错误。乍一看，这听起来很连贯，但这仅仅是平衡行为的开始。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中远集团参与汉堡港的争议表明，在交通灯政府内部对正确路线的争夺是多么激烈。社民党的经济派最近指责贝尔伯克的外交部采取了反华路线。在欧盟或跨大西洋层面，情况也类似。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比美国更柔和的路线。法国更谨慎，美国更犀利。无论德国总理如何强调国际和谐，肖尔茨在谈到安全战略时强调说，
如果你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听到美国总统的话，那听起来和我们在这里写下的完全一样。诚然，乔拜登也谈到了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去风险化。同时，难以否认的是，美国希望德国和欧洲采取更明确的路线。然而，如果查阅国家安全战略，它的表述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德国很容易将自己置于更谨慎的马克龙和更强硬的美国之间。因此，尚未确定下来的中国战略的事实可能不是巧合，因为看起来本届德国执政联盟还没有找到自己在处理这个亚洲巨人方面的角色，平衡行动才刚刚开始。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篇关于中德磋商的最新报道。这是德国电视一台对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迈尔·库库克的采访，感觉可读性比较强。他当然是从德国的角度看问题，但总体还算比较理智，比别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更务实一些。访谈德中关系，中国希望利用德国为自己谋福利。中国专家迈尔·库库克说，中国希望在与美国的冲突中把德国拉到自己一边。为了能够再次进行对话，目前的政府磋商还是很重要的。德国电视一台问，德国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对手，这引起了北京的恼怒。你是否认为这给磋商带来了压力？迈尔·库库克说，不，这些磋商是一个再次走到一起的机会，而且正是要克服这种分歧。你可以看到，最关键的问题被故意排除在外，以便再次开辟对话的渠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的困难时期。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个人资料啊。迈尔·库库克是数字出版物 China Table 的编辑团队负责人，此前他曾是德国商报和杜蒙特集团等在东亚的记者，他着重于经济和金融、技术和创新以及军备和安全政策。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德国电视一台问，进行这些政府磋商是好事，还是说与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磋商也许不合适？迈尔·库库克说，这绝对是合适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中国都是德国经济最重要的伙伴。德国仍然没有脱钩或减少依赖性的迹象。德国经济研究所今天刚刚公布的数据表明，对中国的依赖性反而在增加，而这意味着你必须与中国合作，即使在气候保护和其他一切影响到整个地球的问题上。我们也无法绕过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而重新调整德国与中国的联系需要的时间和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的时间一样长，也就是说需要几十年。政府之间的接触也很重要，双方都有新人上任。总理肖尔茨本人是唯一不变的，他在上届政府时已经是财政部长。在中国，此后出现了政府改组，新的总理，全新各部委领导。在德国，交通灯联盟现在是政府，他们还完全不认识对方，双方的高级官员都没有交换名片，互相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而现在这些磋商对在经过长期的相当冷冻的关系之后再次打破僵局非常重要。没有与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会谈。德国电视一台问，但仍然可以注意到双方的一些政府成员都没有参加此次磋商。迈尔·库库克说，是的，这当然与这种更注重和谐的做法有关，例如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没有来，这将很难进行合理的对话。德国之声点评，中国的现任国防部长是李尚福啊，看来这位中国专家又是一位专家，也就砖头的砖。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是正式的支持，中国是中立的。但如果你不看他们怎么说，而看他们怎么做，你可以看到中国给予俄罗斯很多支持。中国与俄罗斯有密集的贸易往来，许多在西方不再运往俄罗斯的物资，现在通过中国运往俄罗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激怒了德国和整个西方同盟。当然，比起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侵犯人权行为，它也是导致最近的两国关系的冰冻的原因。当然，军事对话非常困难，也许大家现在并不想使用这些语气，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恢复会谈的问题。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也没有来，然而他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直到昨天晚上，他仍然需要在北京，因为他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那里进行了会谈。然而，大家也猜测秦刚并不十分热衷与德国外长会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4月份在北京，确实非常密集地讨论了那里的人权状况，就像他向德国公众承诺的那样。而秦刚觉得这太过分了，他说，德国不应该告诉中国该怎么做，中国自己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而这种拒绝或许也是缺席此次中德政府磋商的原因之一。处于与美国的史诗般的战斗中，德国电视一台问，正如我所说，中国现在被德国视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反过来说，中国如何看待德国？迈尔·库库克说，德国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的外交政策构图式，现在正处于一场史诗般的斗争中，21世纪的史诗般的斗争，与美国的斗争，而且首先是与美国，可以说美国是关键所在。中国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独自对抗美国，有一些伙伴，如新丝绸之路沿线的伙伴，如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倾向于与中国同道，可以说属于中国阵营。当然，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它相当明确定位于倾向中国。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而且你可以把他们稍微拉到你这边，或者至少可以阻止他们与美国结成一个坚实稳定的阵营，并在所有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德国被看作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德国，人们对美国的政策总是持保留态度。德国被看作是一个有点善变的国家，至少这是中国希望的。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为自己辩护，反对这种看法，并反复强调西方盟国和美国与德国更亲近。但是正如我所说，中德两国还有非常好的贸易关系。例如今天上午，所有最重要的德国公司的负责人都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强，所以一个复杂的画面正在出现。中国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德国人。德国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楔子。德国电视一台问，德国是否是中国利益的一种代理人，并允许自己被用作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楔子？迈尔·库库克说，中国当然希望如此，但在与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盟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绿党和自民党采取了非常批判中国的立场，并一再表示美国盟友是德国的首选。我们并不希望成为两者之间的一个楔子，就像几乎所有引发德国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过度批评，他也在中国完全是在配合中国演戏，说欧洲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中间。柏林方面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有疑问，我们将站队美国。好了，朋友们，这是德国电视一台对中国专家迈尔·库库克采访刊登出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对此轮中德政府间磋商发表的社论。虽然是国家媒体，但我不确定是否代表德国政府的立场，但至少不会与德国政府立场相悖。德中磋商，一个不属于中国的荣誉。中国和德国在对话，这是好事。然而，政府磋商是错误的形式，它应该专属于与民主治理的国家。让我直接说，德国和中国在对话，这是好事，没有什么能取代直接的个人的接触。德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地位也是好事。中国与美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影响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德国政府在政府协商的框架内与中国进行会谈，这不是一件好事。这种特殊的交流必须保留给民主治理的国家和友好国家，如法国、波兰、西班牙、以色列和荷兰。以政府磋商的特殊外交形式来表扬中国是错误的。在2011年引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磋商时，这已经是错误的。今天它甚至更加错误。中国的行为具有侵略性和民族主义色彩。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与12年前不同的中国，在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方面，这个共产党的国家和党的领导层的行为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民族主义色彩。在这样的领导下，不能指望中国的自由化或甚至开放。其次，中国领导层至少在间接地掩护俄罗斯国家元首普京和他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即使在柏林时，
中国总理李强没有提及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入侵邻国的行为，更不用说谴责了。在他的闭幕词中，他只谈到了一个多面性的和复杂性的国际局势。中国是系统性对手，其实这里可以翻译成中国是制度性对手。第三，这也是决定性的原因，与系统性对手中国的政府间磋商，是对欧洲伙伴来说是致命信号。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正试图找到欧洲对来自中国挑战的共同回应，对民族主义、对台湾的战争威胁、北京领导人的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在柏林，为中国总理和他的部长级代表团铺上了红地毯。这些看起来很和谐的照片，向其他友好国家发出的信号是，德国正在给予中国一个特殊的角色。然而，政府与独裁政权的协商是错误的，不应该继续下去。编辑部提示，社论总是反映各作者的意见，而不是编辑部的意见。好，这就是该社论的全部。我很纳闷，你德国电视一台发表署名社论，竟然说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不代表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观点，真是又当又立，太不要脸了。就像有作者比如说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社论，难道他不代表人民日报的观点吗？此社论对中国满满的敌意，明显是一篇政治挂帅的冷战文章，这是否代表德国政府的意思呢？不得而知。我们来看看几条读者及观众评论吧。这个一定是德国人的这种傲慢，在狂妄自大的驱使下，不断将自己抬高到在所有领域都超过我们的国家之上，这与一个在每个重大项目上都失败的国家德国不相称。下一位，与德国相反，在中国各部门都有真正称职的部长，他们接受过最好的专业教育，而在德国，任何一个疯子都可以用愚蠢的诉讼来阻挠重要的决策数年之久。下一位，这就是进行外交关系的原因。难道我们要建立阵营？欧盟目前不也是违背人民的意志做出决定吗？下一位，政府磋商完全正确。中国的法治不发达，然而这个国家对欧盟、美国繁荣的威胁比想象的要小得多。中国在2049年将从经济上超越美国，加上科技领先，等于生产力、成本和工资必然强劲上升。对德国和欧盟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下一位，中国最近一次重大的外交政策是通过恢复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交关系来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就是该社论作者所说的中国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吗？朋友们，可能你们有些网友已经发现了，有些关注度高一些的评论呢，我并没有翻译，是因为这些评论有的与德国内政有关，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普及背景知识，或者有的对德国人重要，但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可能根本就无感，所以呢，我就跳过去了。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什么，请大家别误解。好，我们看下一位，这位网名叫在上海的老外，估计是德国公司外派到上海的。他这样写道：跨大西洋的国家媒体再次炮火全开，好在我不用为这些无耻的国家媒体付出一分钱。下一位，不要与中国对着干，而是与中国在经济上进行像体育比赛那样的竞争，务实地承认他们的优秀。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在许多领域进行改进，脱下意识形态的眼罩，换来新的客观和理性。下一位，这位读者是在讽刺，他说中国的行为具有侵略性和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利他主义的，我们从不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下一位，这位读者对社论中的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北京领导层的不公平经济政策。他是这么说的：哦，原来如此，我们对中国正在篡夺经济感到有点哭泣。下一位，社论作者 Votzel 先生，在德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了，就像法国人、爱尔兰人、西方世界一样少。我并不喜欢中国的政治，我们只是离它不远了。下一位，傲慢往往导致失败，这样的社论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德国新闻界正在与上一代人竞争，满嘴跑火车会害了我们所有人。
下一位，中国人比我们更聪明，但在我们的媒体上，我们总是聪明人。德国知识点评，这位读者贴出的是一张全球智商分布图，很明显，东亚人智商最高，但此类话题在德国属于政治不正确。下一位，德国这个教师爷又回来了，像以前一样讨人喜欢。德国知识点评，他说像以前一样讨人喜欢，其实呢是在讽刺。下一位，德国电视一台是永远的仇视中国的人，他以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方式去贬低一个团结和民主的管理约15亿人的文明国家。我们不得不每年用大约100亿欧元强行资助这个国家媒体。下一位，这位网友讽刺该社论的作者，他说：“我的特殊朋友和中国专家 Watto， 在中国，你甚至都不够格做幼儿园的保育员。”好了，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所有的读者评论，没有一个人是同意该社论的观点的。不知道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编辑部的人看到后有何感想？看来，在中德政府进行磋商这件事情上，德国的老百姓比德国的媒体更清醒。